2024年7月26日深夜，巴黎下着大雨。那一夜，全世界几十亿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埃菲尔铁塔的2层平台上，在那里站着一个消失了整整4年的女人。她穿着一件银白色的缀满数千颗细珠的流苏礼服，雨水无情地拍打在巨大的黑色钢琴上，打在她的头发和脸庞上，但她站得笔直，像那座经历了100年风雨的钢铁巨塔一样一动不动。然后她张开了嘴，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唱出了法国国宝级歌手爱迪斯·皮亚夫的名曲《爱的赞歌》。如果您曾在90年代听过席琳·迪翁的歌，您记忆中的她声音应该是像一把极度锋利明亮的宝剑，高亢清脆，有时候甚至带着一丝不可一世的尖锐。那是一个被上天追着喂饭吃的天才，仗着无可挑剔的技巧，在云端傲视群雄的声音。但那一夜，当雨水伴随着他的歌声穿透巴黎的夜空时，所有熟悉他的人都愣住了。那不再是过去那个席琳，他的声音变了，变得宽厚深沉，高音处不再是毫不费力的滑翔，而是带着一丝岁月反复打磨后的沙哑与粗粝。他的每一次换气，每一句歌词的吐字，都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那声音里没有了年轻时游刃有余的炫技，却装满了人间的沧桑、生死的离别，以及对命运最彻底的彻悟。当他唱到最后那句高音时，他眼含热泪，声音如同火山底部的岩浆喷薄而出，带着一种生死相依的壮烈感。在美国 NBC 的直播间里，知名歌手凯利·克莱森看着转播画面，当场泣不成声，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这不是一场音乐表演，这是一场生命的献祭。没有人知道，为了一首短短4分钟的歌，这个女人究竟跨越了怎样的阿鼻地狱。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全球顶尖的医学界甚至有人断言，席琳·迪翁可能这辈子都无法再唱现场了。是什么让一个几乎被科学宣判死刑的喉咙发出了震撼全世界的天籁？看到席琳·迪翁在雨中重现生命奇迹，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歌声，更是生命不屈的元气。而在这份传奇背后，守护好健康的基石是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功课。在这里也要诚挚感谢各位朋友对江枫奥妙的支持。现在普瑞堂正庆祝选宝黑参全球销售10周年感恩回馈活动。黑参经过繁复的9蒸9爆，是补充精力、守护健康的良伴。从3月28日到4月19日，普瑞堂推出特别感恩礼，只要在活动期间购买任何普瑞堂商品，就能享受2重惊喜。第一，每满500美元就送2颗黑参原参，多买多送。第二，单笔满3000美元直接送12颗原参，另外再加赠1颗极其珍贵的特级黑参原参。请大家支持江枫，点击影片下方描述栏的连结进入官网，下单时输入专属优惠码 JF 即可享受全球包邮。感谢您的守护。好，我们继续来看席琳·迪翁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炼狱。在上集的结尾，我们讲到2016年，席琳在48小时内接连失去了她最爱的丈夫勒内和最疼她的哥哥丹尼尔。就在她咬着牙独自带着3个孩子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命运给了她最残忍的致命一击。2022年12月，席琳在社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素颜影片，她哽咽着向全世界承认了一个隐瞒了很久的秘密。她得了一种极其罕见的绝症——僵人综合症，简称 SPS。 这个病有多罕见？全世界每100万人里只有1到2个人会得。你走在路上被闪电击中的几率都比得这个病高。它是一种无法治愈的自体免疫神经系统疾病。简单来说，就是他的免疫系统彻底失控了，把自己的中枢神经细胞当成了敌人，进行无差别的疯狂攻击。这会导致患者全身肌肉出现严重的进行性僵硬和剧烈痉挛。这种痉挛的触发机制极其荒谬，
一阵突如其来的冷风，一个稍微大点的关门声，甚至是一次情绪的激动，都会让全身肌肉瞬间锁死，轻则痛不欲生，重则骨折，甚至因为呼吸机痉挛而窒息。而最令人绝望的是，这个恶魔精准地攻击了他赖以生存的命脉发声系统。从医学解剖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声带是非常精密脆弱的微小肌肉群。一个顶级歌手唱歌时，大脑需要向声带下达精确到微米级的指令，配合横膈膜的气息，才能发出完美的音高。但 SPS 摧毁了这一切。席琳在采访中描述那种感觉，就像有一双看不见的铁手死死掐住了你的喉咙，把你的声带往旁边推。想象一下，你要用双手去穿一根极细的绣花针，但同时有人在用高压电疯狂电击你的手臂。这就是席琳·迪翁试图唱歌时身体正在经历的折磨。在2024年上映的纪录片《我是席琳·迪翁》中，他没有给自己留任何体面，向全世界展示了这个恶魔真实的样子。那天他刚在录音室里试着唱了一会儿歌，大脑因为过度兴奋触发了痉挛，他被紧急抬上物理治疗台。镜头没有移开，接下来的10分钟，全世界看到了最令人心碎、最赤裸的一幕。那个曾经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天后，此刻全身僵直如木板，手指极度扭曲，脸部肌肉痉挛到无法做出任何表情。他无法说话，只能发出低低的像受伤小兽般压抑的痛苦呻吟。医生们围着他，给他注射肌肉松弛剂，往他的鼻腔里喷洒急救药物，握着他的手喊着：席琳，撑住！10分钟后，痉挛退去，席琳被一条毛巾包裹着坐起来，看着镜头绝望地哭了。每次发生这种事，我都觉得自己好难堪。你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当导演把这段极度狼狈的粗剪画面拿给席琳看时，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要求删掉。哪个天后愿意让世人看到自己如此没有尊严的样子？但席琳红着眼眶，平静地说：不要剪掉，1秒都不要剪。我要让那些和我患有同样疾病的人知道，我没有在假装坚强，这就是真实的痛。然后他对着镜头说出了那句震撼无数人的话：如果我跑不了，我就走；如果我走不了，我就爬，但我绝不会停下来，我不会停下来。但席琳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场战斗的目的并非要在地图上彻底抹除那个恶魔。他在一次访谈中，眼神平静得像是一潭深水。他说：疾病没有走，它还在我的身体里，可能永远都不会走，但我不再试图逃避它，我学会了如何与它共处。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撼的觉悟。他不再把僵人症看作一个要置他于死地的敌人，而是把他看作一个不请自来却必须终身共行的旅伴。他说：我每天都要教导我的肌肉如何带着这个病去呼吸，带着这个病去站立。我并没有打败它，我只是学会了如何让它不再主宰我的灵魂。绝不停下来，这5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日复一日的凌迟。每天清晨，他要接受极度痛苦的物理治疗、免疫球蛋白静脉注射和声乐康复。他必须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重新学习如何控制脚趾、脚踝和膝盖。很多人不明白，一个已经名利双收、拥有一切的女人，为什么不干脆舒舒服服地躺在豪宅里度过余生？她到底从哪里来的这种近乎固执的、疯狂的生命力？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目光重新投向我们在上集讲过的那个地方——查理曼小镇，以及那个把他放进抽屉里当摇篮的母亲泰瑞斯·坦圭。泰瑞斯在2020年去世了，享年92岁。在席琳成为世界巨星后，泰瑞斯原本可以过上世界上最奢华的阔太太生活，她可以买游艇，可以带着鸽子蛋大的钻石在巴黎喝下午茶，但她没有。这个生了14个孩子，年轻时在破木屋的炉火旁熬炖豆子汤的女人，在她晚年的时候做了一件事。2006年，
泰瑞斯以自己的名义创办了泰瑞斯·迪翁母亲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不搞什么虚无缥缈的宏大项目，他只做一件事，为魁北克省那些最贫困、最弱势的家庭的孩子购买开学所需的文具、书包、新衣服和眼镜。为什么做这个？因为泰瑞斯永远记得当年他的14个孩子是怎么轮流穿着破旧的衣服去上学的。他永远记得那种因为贫穷而让孩子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的锥心之痛。他太清楚没有起跑线是什么感觉了。所以当他的女儿站上世界之巅时，泰瑞斯转过身，把手伸向了那些还在泥沼里的孩子。10几年来，这个基金会帮助了成千上万的贫困儿童，让他们在开学的第一天能穿上一件没有补丁的新衣服，背上一个装满铅笔和笔记本的新书包，骄傲地走进教室。这是一个多么震撼的细节。从泰瑞斯在深夜的灯光下为12岁的席琳写下那首《那不过是个梦》开始，到勒内押上自己的房子为这份爱豪赌，再到席琳功成名就，最后这份爱又透过泰瑞斯的基金会流回了他最初出发的地方，流向了无数个同样一无所有的孩子。这是一条多么完美的首尾相连的命运弧线。当你明白了这条爱的弧线，你就会懂，席琳·迪翁血液里流淌的从来不是什么养尊处优的娇气，他骨子里刻着他母亲那种如母狮般强悍的生存意志。他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那个曾经睡在抽屉里的小女孩是不会向任何命运低头的。即使命运剥夺了她的肌肉，剥夺了她的声音，她也会像她母亲当年在这个冷酷的世界里硬生生凿出一条路那样，用尽全力再凿一次。现代医学给了席琳最好的药物，但神经科医生也坦白告诉他，目前的医学水平只能缓解 SPS 的症状，无法逆转。然而就在科学似乎已经束手无策的时候，席琳的身体里却发生了一些连顶尖医学专家都难以完全用方程式解释的变化。在密集的治疗和他自己日复一日的某种仪式下，他的炎症指数开始受到控制，痉挛的频率奇迹般的降低了。那种仪式就是祈祷。在过去，科学界对祈祷和信仰往往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心理上的安慰剂。但近年来，最前沿的神经科学和免疫学开始在显微镜和脑部扫描仪下看到了令人震惊的硬核证据。美国加州大学的神经科学团队对人类大脑进行了长期的核磁共振研究。他们发现，当人类处于极度感恩和虔诚祈祷的状态时，大脑中负责处理恐惧和压力的杏仁核，其活跃度会呈现断崖式的下降。同时，大脑皮层会释放出大量的血清素和多巴胺。这意味着什么？ SPS 这种神经系统疾病最大的诱发因素就是恐惧与压力。当席琳每天在清晨和深夜独自握着勒内生前留下的十字架祈祷时，他不是在向神明讨价还价求健康，而是在表达一种全然的臣服与感恩。科学家发现，这种被我们称为信仰的抽象概念竟然能够透过大脑精准地启动人体的迷走神经。迷走神经一旦被启动，就会立刻向全身发出安全的信号，字面意义上的关闭了身体的恐惧警报，从而大幅降低了血液中引发痉挛的炎症细胞因子。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也曾做过一项针对自体免疫疾病的研究。在那些有长期灵性实践相信有更高力量存在的重症患者体内，他们的免疫系统会展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自我纠错能力，他们的病情恶化速度远低于那些处于焦虑和绝望中的对照组。科学走到这里停下了脚步，研究人员看着冰冷的数据和扫描图，诚实地说，我们能测量出祈祷对血液、对神经的具体改变，但我们无法解释那股启动大脑改变的源头力量究竟是什么。我们不知道那个接听祈祷的接收端到底在哪里。
但席琳·迪翁不需要数据告诉他答案。从小在蒙特楼圣母大教堂的烛光里，从她对着垂死的丈夫说出"你可以走了"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知道爱与信仰从来都不是虚无缥缈的心灵鸡汤，它们是宇宙中最真实的物质，它们能在你的血液里留下痕迹，能重塑你的神经，能在你跌入无间地狱被恶魔锁死喉咙时，硬生生地替你撑开一丝缝隙，让光照进来。2024年4月，在经历了无数次绝望的复健后，席琳接受了法国 Vogue 杂志的采访。记者问他：你每天忍受着这么大的痛苦复健，支撑你走到今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重新开世界巡回演唱会吗？还是拿回属于你的天后宝座？席琳摇了摇头，她看着窗外，眼神变得非常温柔。她说了一句让所有人心碎又震撼的话：我的目标是再次亲眼看见埃菲尔铁塔，不是宏大的野心，不是世俗的名利，而是一个具体到不能再具体的、充满了爱与记忆的画面。那是他曾经和勒内牵手漫步过的城市，那是他法语灵魂的故乡，那是千千万万个曾经在台下为他流泪的歌迷所在的地方。神经科学证实，当一个人在心中清晰地保有一个充满爱的具体画面时，这个画面本身就是大脑下达给免疫系统的最强修复指令。几个月后，他真的做到了，这就是我们开场看到的那一幕。但如果您了解法国音乐史，您会发现，席琳在奥运会上选择演唱爱迪斯·皮亚夫的《爱的赞歌》，背后隐藏着一个多么催人泪下的宿命共鸣。《爱的赞歌》不是一首普通的流行歌。1949年，皮亚夫的一生挚爱，法国拳击手塞尔当在飞往纽约看他演出的途中遭遇空难，机毁人亡。皮亚夫在极度的悲痛中写下了这首不朽的名作。歌词里唱道：就算蓝天在我们头顶崩塌，就算大地在我们脚下裂开，只要你爱我，我什么都不在乎。上帝会让相爱的人重聚。皮亚夫失去了他一生的挚爱，席琳·迪翁同样失去了他一生的挚爱。当75年后，席琳拖着被疾病折磨的千疮百孔的身体，站在风雨交加的埃菲尔铁塔上，唱出这首被死亡洗礼过的歌时，这已经不再是一次表演，这是一个女人在向命运发出最傲慢的宣告：你夺走了我的爱人，你摧毁了我的肌肉，你甚至想剥夺我的声音，但你看，我依然站在这里，只要爱还在，我的声音就永远不会死去。时间的齿轮终于转到了今天。2026年3月30日，这一天是席琳·迪翁58岁的生日。如果说2024年奥运会上的惊艳亮相是一次奇迹般的短暂燃烧，那么这一天它给全世界带来了一个更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震撼。在一场全球同步直播的宣告中，席琳的脸上不再有纪录片里的疲惫与绝望，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久违的犹如少女般璀璨的光芒。她对着镜头微笑道：过去的这几年，每一天我都感受着你们的祈祷和爱，你们的支持成为了我血液里最强大的药物。今年我收到了人生中最好的生日礼物，我的健康状况有了惊人的实质性的改善。然后他深吸了一口气，宣布了一个让全球娱乐圈瞬间沸腾的消息：2026年9月，他将正式全面的重返舞台。他将在欧洲最大的室内场馆巴黎拉德芳斯体育馆连续举办10场个人演唱会，不是客串一首歌，不是短暂的亮相，而是实打实的10场万人演唱会。当他宣布2026年重返舞台时，他特别对台下的媒体强调了一点：他的回归并非基于医学意义上的康复。他微笑着，语气坚定地说：这个病依然在那里，他每天都在提醒我它的存在，但我不再是那个被他锁在治疗台上的囚徒了。我找到了另一条路，一条绕过疼痛、绕过僵硬、直达音乐的路。我学会了在风暴中心寻找宁静，这就是我与他达成的协议。
这种与疾病共生而非死磕的智慧，让他的声音里多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对于一个患有僵人综合症、曾被预测再也无法登台的58岁女人来说，这简直是向死神脸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巴黎，我准备好了。他说这句话时，声音无比坚定，甚至带着一丝俏皮。随后，他在胸前轻轻地划了一个十字。那个动作很小，小到如果不仔细看都会忽略，但那是她与她的神，与她的丈夫，与她那位用一生去爱弱势儿童的母亲之间最深情的对话。这就是席琳·迪翁的故事。这不是现代医学单方面的胜利，这是人类不屈的意志、极致的爱与神秘的信仰交织在一起，共同创造的神迹。那个从查理曼小镇的抽屉里长大的没有起跑线的第14个穷孩子，那个在48小时内失去一切的未亡人，那个在治疗台上抽搐痛哭的绝症患者，最终凭借着绝不停下来的信念，硬生生地从死神手里抢回了属于自己的麦克风。科学或许永远无法用显微镜找到究竟是哪一个细胞最终替他挡住了恶魔的攻击，但我们知道有些灵魂是永远压不垮的。因为当你把一切苦难都献给了天主，当你把一切爱都回馈给了人间，你的每一片羽毛都会闪耀出连黑暗都必须退避三舍的神圣光辉。如果今天的故事让你想起了自己生命中的某个至暗时刻，或者让你想起了某个正在痛苦中挣扎，觉得自己已经走到绝境的朋友，请把这支影片转发给他们，告诉他们，即使在最深的泥沼里，即使这世界宣判你一无所有，只要你心里还装着那座埃菲尔铁塔，只要你选择不停止爬行，奇迹就一定会在前方等你。感谢您的点赞与订阅，这里是江峰奥妙，我们相信这世界上的每一份苦难背后都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见。